这个容易是个有病的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如果是你，你要这么做吗？是你喜欢我，又不是我喜欢你。你如果不肯亲自动手，我会帮你。林潇湘一时语塞，他本以为容易是在开玩笑的，可是真的当眼前的容易的眼神微微一变，目光眼神往下方看去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意识到了，眼前的这个容易并不是在开玩笑的，而是真的。你不敢的，你也不会这么做的。你疯了！哼，林大小姐，我看到你了就觉得恶心。你以为你自己是谁？除去了林大学士的身份，你能比谁高贵？还要到我娘子的面前去胡说八道，谁给你的勇气这样做的？林潇湘直接被吓傻了。你让我觉得你这个人很烦，我这次就是要警告你一回，不要再在我娘子的面前出现，不然下一次我会杀了你。你也不要以为我做不到，也许我现在还扳不倒你爹，不过弄死一个你还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打开那个笼子的门，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从那里头跑出来些什么。看到了这只兔子了没？林大小姐一脸懵。很可爱，对不对？其实跟你挺像的。林大小姐有些疑惑，而后她便听到了清晰的咔嚓的声音。林四叔当着林大小姐的面直接一手扭了这只兔子的脖子，兔子临死之前的那双眼睛就这么深深地落入了林大小姐的眼中。林四叔把死兔子往林大小姐的裙子上一丢，此时的林大小姐直接就下跌在了地上，完全就没有再爬起来过了。容易跟林四叔做完了这事儿，二话不说的就已经走了。大小姐，你这是……侍女心底忽然之间有点懊恼，她刚刚应该是要站出来的，大小姐这个样子一瞧就是被吓坏了。我们赶紧回家吧，我以后再也不要去宿舍了，我再也不要见到那个人了。谁啊？容易？你不要叫他的名字，你不要叫，不要在我的面前再提起这个人，再叫他的名字。我知道了，放心，我不会再提的。我们赶紧走。干得不错，还好你也不赖。我还不知道你还能这么闲的去吓一个小女孩子，她估计以后就要被吓破了胆了。她碰了不该碰的东西，那就必须得为此而付出代价。我也绝对不会原谅这样的人，我的锦娘绝对不能受到伤害。林四叔点了点头，他的眉头忽然又皱了起来，脚步一停，站在了原地。此时的他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了。容易一回头，看到他居然没有继续往前走。怎么，这会儿不打算继续走了？你对锦娘有这么大的执念，如果有一天锦娘出了什么事，你八成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吧？而且还是那种特别可怕的人。容易定定地看了一眼林四叔，他挑了挑眉，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不过此时的林四叔自然是懂他说的这话的意思的。你说的对，我这一生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锦娘离开我的身边。如果她真的出了点事，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比你还要可怕。林四叔的眼眸中藏匿着几分苦楚。那你要好好的珍惜，你比我幸福得多。林四叔仰头望天，他最爱的女人并不爱他，他心底是什么都懂的，可是他就是放不下。其实我也很清楚，不管我在做什么，我都换不回她了。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一定要去尝试一些的。我活着就是要赎罪。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是阴暗深处滋生的最恶心的蟑螂，不管是赎罪也好，还是因为爱也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足够了。不过永远都不要让自己后悔就是了。可是我却悔了。你应该很快走上了官场了，别忘记了当初你答应我的事情，我要那个人的命。放心，该是那个人负责的事情，他就必须得承担。一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呀？你说什么？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那就直说吧，我愿意听着。平日里你这样的表情，
那就已经是心里有点不对的地方。说出来，我听听看。容易一挑眉，他还没有开口的，一旁的荣爵就立刻睁大了眼睛。娘，不是吧？爹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啊？你这又是怎么发现他现在是有话要说的？你先出去吧。哦，知道了，爹。你看起来有点心事，直接说一说吧，肯定不是学业，也不是应酬之类的，说说看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会不是学业？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你呀，从来都没有把学业之类的问题放在心上过，反而学业上如果出现了难题，你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尽全力的攻克，不会像现在这样神色严肃的。我以为我的表情是没什么变化的。的确，这个表情是变化不大的，可是你的眼神不一样啊，一个人的眼神是可以变化的。荣爵平日里看你严肃的样子，可能看多了，他解读不出来，不代表我不能。你有什么话可以对我说一说，我们毕竟是夫妻，是夫妻就得荣辱与共，不是吗？容易感叹了下。你不仅仅能让我幸福，还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那是自然的，也不看看我做了多少平时的准备。我其实也没什么困难，不过我只是有些担心林四叔，他始终是有些让我觉得难受的地方，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总想要帮他。一哥，你自己还不太了解你自己罢了。其实你只是把他当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可能在他的身上你有当成自己的情况，就比如你可能不能忍受自己有一天会像他一样，所以你才会那么共情的。我其实很能理解你的心态，其实不必担心的，你不过就是觉得有一天你会伤害到我。真的不会的。我知道你不会的，你也不会失去我的。容易从小得到的关爱不多，所以一开始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内心。他始终都会觉得自己会是负累，会害怕景阳离开，会特别的没有安全感。你既然答应了我，那就不能反悔，一定不要背叛我，锦娘。你还真的是无聊的很吧？就现在这种情况，谈什么背叛呢？我有个长得这么好看的相公，而且我的相公即将考中进士，未来前途光明灿烂的。我还有3个这么好的孩子，他们一个比一个温柔听话，所以你是得多无聊，还要想这种事儿。宋时锦无语的很，这情感细腻、没有安全感的人。睡吧，别想那么多了。你呀，把自己脑子清空清空，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知道了吗？如果真的觉得读书学习很无聊的话，可以再学点别的呗。天下间可以研究的事情那么多，干什么非要你现在这么无聊啊？你说的很对，是一开始我想错了，我不是林四叔，我也绝对不会变成他那样的人，在我的生命中永远都不可能把你放下的。还有啊，重点是我也绝对不会是跟林四婶一样的人，所以呢，你不会有一天变得跟林四叔一样的，放心好了。是啊，锦娘与林四婶完全不同，她就算是痴情与林四叔一样，可她宁可是自己死了，也绝对不会让锦娘受到一丁点的伤害。谢谢锦娘，你的安慰真的让我心底舒服，也彻底的不再感觉到难受了。也没别的，以后你就少想点差的，多想想我们夫妻之间的好的，这样以后那日子才能过好呢。好，就听你的，以后啊，我什么都听你的。那是，你不听我的还要听谁的？对了，我忘记了，你没有去找那个林大小姐吧？容易一时语塞。找了，我就是把事情说清楚，让她以后不要找你和我的麻烦。所以你是恐吓了她？并没有。宋时锦眯着眼睛又瞧了眼容易，看着他这个样子，终究还是不由得叹了口气。唉，算了，反正你做事情应该还是有点分寸的吧，以后这样的事情可是一点都不能做了，如果真的闹大了，那以后的麻烦才不小呢。不过你对我说点实话，你到底对上他都做了什么？不过我只是让林四叔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罢了。林四叔？宋时锦只是听了这么一个名字，那就差不多立刻就是一个哆嗦了。张掌柜这一次给了宋时锦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且顺便还有另外5000两的银票。怎么会这么多？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子啊？哈，这个自然是因为你了，不得不说，还是你厉害啊。什么？是我的画本又大卖了？没错，这几次的画本我又多印了几次，
那卖的是实在是太好了，几乎是各种好评如潮啊！而且不少的人还说有特别深刻的教育意义。现在你那个笔名已经是家喻户晓了。宋夫人要来了，那这需要我们准备什么？收拾东西，搬出去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收拾几间空房，准备吧。这几个人来了就热闹热闹。果然，才收到了信的第2天，这3个人就到了。娘，你要是再哭，我这可就走了。你这个死丫头，你就这么没良心呀？娘都快要想死你了，你就这个样子，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女儿呢？行了，够了。表妹，表姐，我可算是又能找女儿了。我已经给你们都准备好了房间了，快进来吧。这宅子是我娘的，大家都是一家人。我要看看小二和小妹，满月的时候我都没在，要不是因为这么远，我肯定就来了。亲娘，我以后就打算留在京都了，我不打算走了，我就跟你住在一起。郑飞鱼看着怀里的小二，忽而眼睛湿润了，他好像是有很多的话想要说的，可是这一刻却又仿佛说不出来的样子。好，你愿意住在一起就住在一起，不过我可是要去郊区再盖个新房子的。这个随便，反正你和我外孙外孙女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你只要觉得舒服，那怎么都行，我给你拿银子就可。我也不缺钱，我自己挣了不少的。没事儿，你挣你的，我给你留着呢。反正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所有的银子和遗产自然都是你的，你尽管放心，旁人拿不走的。表妹，恭喜了。同喜，听闻舅舅最近要跟你说亲了。算是吧。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极好的妻子，能跟你之间琴瑟和鸣。表姐，你就别说我哥了，我看他呀一点情商都没有，以后肯定拿捏不住自己的媳妇，阿成是要被人家给吃得死死的那种。行了，你也别嘲笑我，别忘记了爹让你到这里来的原因。表姐救命啊！我爹要让我在京都的进士里头挑对象，天知道这种事情怎么能行，我真的不想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啊。郑白雪是挺无语的，她可是一点都不想就被自己爹这么给绑了送人。行了，瞧瞧你这样子，不知道还以为你怎么了呢。这嫁人本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哪里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我觉得郑组长那个人是真的已经疯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都这样子了还好意思要卖女儿，也不听听我这个做女儿的意见，果然是一点都不宠着我。行了，你也别在这里乱说话了，够不错的了。你爹平日里是怎么宠着你的，你应该是最清楚的，现在说这话也不怕你爹真的生气了。你才不怕呢，而且到了京都，一切就都是我自己做主了，我才没有哥哥那么傻呢，什么都要爹说了算，我就想着跟着表姐一起做事。表姐，你就让我跟着你吧，让我做什么都行。行了，你呀，现在还没有什么想法的，难保不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突然之间就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事情你不是平日里都挺在行的吗？而且这里的年轻人那么多，难保你就会喜欢上谁了，到时候别自己打自己的脸就算好的啦。郑飞鱼在一旁逗着怀里的小二，这一刻忽然之间有那么一种错觉，仿佛一切都可以在此时变得圆满起来。用完了晚膳之后，各自才散开，回了自己的房间。郑白皙走着走着，忽然感叹地看了一眼郑白雪。你总是幸运的很啊，尤其是有一双能发现珍珠的眼睛。说让我能听得懂的人话谢谢。哥，你有话就直说，你这样我可一句都听不懂。其实还好，我只是想说，在这里我觉得很开心，好像有一种被包容和接纳所环绕的那种幸福感，又轻松又自在。那是自然的，表姐和表姐夫的世界并不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是很好的那种，我们完全就不必打扰最好了。我就算是要找个男人，也要找一个跟表姐夫一样差不多的，不比家世，不比经营，更无需权势，只要他能一心一意的对我就好了。郑白皙难得在自己小妹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没有打击她，反而还松了一口气。会的，一定会的，毕竟你是我最亲爱的妹妹呢。两个人漫步在这清静的小院子里，感觉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宁静，有一种远离了郑家那种大家庭嘈杂又吵闹的清静。这样的时光平日里实在是太少遇到了，所以此时接触的一丁点儿都好像是特别的弥足珍贵。希望表姐夫明天能有一个好成绩，
我觉得像是表姐这么好的女人，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她一定是会有好报的。到了晚上子时末的时候，宋时锦才听到了门外的响动声。这声音一出现，他就立刻知道容易应该是回来了。锦娘，你不该等我的，你得早点休息。他就怕晚上回来晚了，锦娘会不顾自己的身体，还要等着他。没事儿，你怎么样啊？这么晚才回来，晚上吃东西了吗？像是容易这种匆匆忙忙的赶回来的，一般很有可能的情况，大概率是什么都没有吃的。不然我现在给你下厨做点吃的吧。不用去了，我也不饿，我们躺下休息吧。好。你怎么样？是不是明天的事情影响到你了，所以你现在不困也睡不着了？是啊，我还是高估了我的心态，看着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的，结果这大晚上的我都失眠了。这很正常，我也一样。锦娘，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是怕着的，不过平日里啊，强装坚强，不想让其他的人看出自己的脆弱罢了。明天放榜，我何尝不是一样的担心着呢？你还会担心这个？明明你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吧？依照我知道你的能力来看，这种事情对你来说很简单很容易的。你平日里不是一直都有自信拿第一的吗？那是平时对自己实力有点小小的骄傲罢了。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我不想让你失望，不想让你以后跟着我过苦日子，不想让你干什么都要考虑钱的事情。原来我们两个人都这么担心啊。宋时锦有些哭笑不得，原本还有些觉得自己有些小可怜的，谁知道这容易表现的比他自己更可怜。索性宋时锦抱起了容易的腰，轻哼了一声，哼，那就谁也都别担心了，我们这不还是一样对你很有信心的吗？咱们这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别想太多就是了，没有什么想的，而且我对你有信心的哟。容易摸了摸宋时锦的头发，在他额头上吻了下。我说真的，如果这一次我不能高中……瞎说，你一定会高中的，就算你真的没有高中，那也不会影响到你在我心底的印象的。哦，怎么说？因为我看上你，喜欢你，是因为你的美色，又不是因为你其他方面。宋时锦理直气壮，你没有才华，对你的美貌有影响吗？没有。那你考不考得中进士，又对你的美貌有什么影响吗？也没有。那不就对了，既然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你还想那么多做什么？瞎想都是。哦，有道理。宋时锦被容易的悲观给逗乐了，原本的他还有些不怎么舒服的，这会儿倒是高兴了。反正天底下还有比他更害怕的，那他怕什么？所以此时比起容易的悲观来，他反而高兴了。反正天底下还有比他更害怕的，那他怕什么？相公，你可真好看，一笑眼睛就好像发亮了一样，好看到了极致。我最喜欢你这样的笑容了。真的喜欢？反正这天底下我就没有看到比你更好看的男人呢。那我以后就都笑给你看，好不好？好，你说的哟，别对着我，也时常皱着眉头就好。好，我答应你，对着你我会多笑，不会皱眉头。锦娘说的我都会听，都会放在心上。不过有一点你也不能忘记了。什么？你说。你长得太好看了，这次的邻家大小姐可是个警告，所以你得注意一下这方面的影响，不能到外面随便的对人笑。她可不想天天被群女人围着找麻烦，虽然她也不怕。容易轻笑出声，原本心底的几分郁闷瞬间飞走了，也大概只有锦娘能让她将感受到的压力减轻。只要看到她的笑容，那些悲伤和抑郁仿佛就会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她会情不自禁的看着她就开心起来。好，我答应你，锦娘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不对旁人笑，只对锦娘一人好。这还差不多。第二天就到了放榜的日子了，别说这一天到场的人是真的多。宋时锦一瞧着一辆辆的马车堵得不像样子，连着他这宅子的门口都是挤得不行的，他就立刻放弃了去看榜的心情。这么多人啊，我也不想去，可是这也说明了人多热闹啊，这种场景一年只能小见一回呢。表姐，你这一次不去，那岂不是错过了吗？我跟你想的不同，我现在过去那也不过就是给人家当个陪衬而已，所以去那里做什么？还是不要过去的好。你也想一想，这得多想不开呀！才要站在大太阳下
看别人金榜题名，你有这样的兴趣，原谅我，我可真的是没有。他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好好的在家里头看看画本睡觉呢。表姐，你怎么又发呆了？你还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吧，听说绑架周迅呢，万一有人瞧上了我表姐夫，那你怎么办啊？如果真是那样，那反而会让他的名声大噪呗。不过你表姐夫那个脾气，我觉得呀，谁捉他谁惨。这点他就是真的如此了。我表姐夫冷起了脸来，我个人都很害怕的很呢。这种情况的确还是悠着点比较好。不过我表姐夫平日里的成绩都那么好，这一次到京都来也不知道能怎么样。我就盲猜一个吧。多少？第1，头名状元。哼，怎么样？算出来个好歹了没？这容易今年的科考如何呀？时运极好，命理也佳，自然是必中的，而且易见贵人。你这不是废话吗？早就已经知道的结果了，你能不能说点实际的？比如说个数字之类的。我刚刚起了一卦，得出了3个数字，1、3、9，所以很有可能是这3个名次。取个中间应该是最可能的了，他的能力应该是在前3之内的，第9名是不必考虑的。这一届的才子诸多，与他们之间相差无几的能人只有几个而已，要拿前3是稳稳的。可是第1名与第3名就挺难说了，毕竟他长得太过于好看了，就算是真的拿到了第1，也很有可能因为那一张脸被皇上给定为第3名。不管是哪个，还要遇到大贵人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了。而且明年就要转为官杀大运，他有近40年的官运，这八字真的是生得好。那小子的确是人中龙凤，只是面相极贵，也早就被人给算准了的。怎么样，也是少不了要成贵人的。2个老人对视了一眼，安老皱起了眉头。我们在这里说这些其实也没什么用，毕竟现在也不是要定前3甲的日子，那容易的前3甲是要殿试的，一切就得等见到了皇上才知道。这点放心，这卦象怎么都是看他的大贵大利，没有什么困难，皆是大喜之象。那可是，锦娘是个有心的，就她新盖的那房子，那个布局正应了附近的山水，倒是真的处极贵之地，而且最少旺3代，旺个180年也是不差的。你没算一算锦娘的命？我总观她的面相，觉得她的精气神儿好像有那么点阴影。我早就已经发现了，不过测算不出来，她的八字太过中和了，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忘，也不知道这件事会变大还是会变小，一切都得凭他个人的念头，随心而定。那我们就得注意住他，总不能让他在之后再遭遇到什么危险。助他是肯定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丫头啊，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机灵，而且可能她也知道更多。说的也是，指不定啊，我们这都是瞎帮忙。只是如果真的有人敢为难到他的头上，那这事儿照样也别想那么容易就过去。就凭你能做得了什么？锦娘这到了最后，自然还是要凭我的帮忙的。你这个老不死的，锦娘当然需要我的帮忙了，你少对我这么说话。这边的2个人吵闹着，而门口的宋时锦却是打了个哈欠，决定自己先去补个觉了，反正早晚他都会知道的嘛。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今天又因为容易要出门看榜的原因，他又起得太早，这会的他是真的困得不行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实在是不行了，太困了，我回去睡觉。小二和小妹如果需要喂奶的，再来把我叫醒就行，其他的别烦我了。恭喜恭喜，荣兄，这一次你又是第1啊！同喜同喜，各位。荣毅啊，你这一次考了第1，入了3甲，到时候可以到殿前面圣了。
真是羡慕你啊！恭喜了，恭喜了！你这小子果然是厉害，说是头名，那就是头名，连给其他人一点机会都不给的。这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好在这么厉害的人是我兄弟，倒也是值得很。你们两个还是少拍马屁，自己考的应该也不错吧？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容易一瞧这两个人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两个人应该也发挥的挺好。嗨，还不是多亏了你平日里对我们的照顾。这一次的题目啊，如果不是有你提前帮助我们，估计我们也不可能会有现在这样好的成绩。我是第16名。我也不赖，29。看来啊，果然平日里跟着好学生一起学习，效果还是极好的。我这一次中了进士，我们万家那可真的特别感谢你。商家之家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先例，能得到现在这个成绩，我已经光宗耀祖了。我如今已经是我们家的大人物了，而且还是那种无可置疑的掌权的。行了，你现在拥有的不过就是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面临，也别现在就觉得这些不算什么。我们可都是新人，到时候少不了要被人给针对的。你们最好一个个的都做好准备，别在以后吃了亏就行。那是，就算是我们要吃亏，有你在，那还不简单？你们两个都未曾成亲的吧？这回成绩这么好，你们又长得一表人才的，怎么就不想着出去露露脸之类的？万一一个幸运的，那岂不是以后都不必担心什么了，终身大事都能够给解决了？是刚刚万清源针对的你，你可别对我乱讲。我要找女人，那也得看准了再入手。现在这种情况，那还是算了。叛徒，真是白瞎了我平日对你那么好了。行了，你也不必把感情装得跟真的一样。到底咱们两个这怎么样？你这自己心里难道还不清楚啊？你考了第1名。果然眼前这个周云岩来者不善，第一句话就是直接切入了重点。哼，怎么，周公子是瞧不惯，还是觉得你考得比我兄弟更好啊？我这一次不是来找麻烦的。哼，不找麻烦？你说的这喜欢可是真的挺难让人信任的。你凭什么说你不是来找麻烦的？这里没有你的事，这儿也跟你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是在跟容易说话，可并不是在跟你。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你要好好的对景儿，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好像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提她一个字。还有她怎么样，你也管不着，也没资格管。没错，他的确是没什么资格管的。他早就已经在锦娘的生活圈子里退场了，现在说起这些又能有什么意义？不过让他看起来更滑稽，更可笑。不管你怎么说，我只要景儿能好，其他我也不在乎。而且你也不要以为你考上头名，以后就一定能步步高升。这官场的水向来深得很，像你这样的小绵羊走进去，一个不小心还是会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这些好像用不着周世子多关心，我怎么样，我娘子怎么样，都跟你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周云岩没再说什么，他心底暗暗难受。这一次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容易居然成绩能如此的优秀，说考上进士就真的考上了，而且还是前3甲第1名，这也足以可以在景儿的面前来证明他自己的实力了。周云岩咬了咬牙，难道他跟景儿之间的过往就这么完全消失了？景儿的世界里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他了吗？周云岩从来都没有过像是现在这样的难受，整个人的心都好像是被针给狠狠地刺穿。他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走了开。这个周世子居然是对弟妹有想法，他是不是脑子有病，还是整个人已经疯了？弟妹与你之间感情那么深，他这人到底……容易，你说这个周世子以后会不会专门开始针对起你？不会，他做不了这样的事情，毕竟他自己怕是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是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他都不会伤害锦娘的。锦娘这样的人会让人上瘾，而他也很清楚，如果他真的正大光明的针对我，
只会让锦娘与他为敌。随便你怎么整吧，反正我跟一鸣两个人就是这么一句话，你想要让我们跟你一起，我们必然会跟你一起，大家兄弟都是一条心。接下来这才是我们兄弟大展拳脚的时候呢。宋时锦很快就从看保回来的郑白雪的口中得到了荣毅考了第1名的消息，他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心底的那股子兴奋劲儿可是真的潜藏不住。娘，爹他考了第1呀！这满京城都在谈论这条消息呢，我不管在哪儿都能听到他们在提爹的名字，说是这一次的头名是爹爹啊。荣觉平日里对于自己爹那是挺瞧不起的，可是难得这一回他爹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可是全国顶尖的考试啊，这都能拿第1，他爹的实力那可真的不是盖的。我们荣觉以后也会这么厉害的。我觉得也是，毕竟我们也挺努力的。行了，你呀还学会自夸了呢。这次的成绩倒是真的不错，不过你可不能就此骄傲了，骄傲那可是会失败的哟。知道了娘，我会好好努力的。你近来在这京都读书怎么样？能习惯吗？可以的，娘，你放心，我觉得一切都挺好。况且我做什么都有王傲轩和牛蛋陪着，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完成不了的？不过就是近来课业很多，没办法时时陪在娘的身边了。没事儿，菊儿只要好好学习，练好本事，那这其他的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娘还是会很放心的。荣缺，王傲轩和牛蛋来了，你到时间练剑了。来了，娘，我去练功了。去吧，晚上有想吃的没？娘给你做好吃的。我想吃娘做的毛血旺，又香又辣的，超过瘾的那种。好，想吃辣就给你做辣的，保证你能吃好，还能喜欢。宋时锦刚刚做完了饭菜，一身的油烟味儿，于是让木木准备了热水，他也是在洗着澡的。忽然之间，这门就被推了开，那容易就已经冲了进来了。容易，你这怎么还不快出去？我正洗澡呢。容易这才反应过来，他太想见到锦娘了，居然没有注意到他正在浴桶里洗澡的。一开始的确是冲动，可此时他真正的反应过来了，他却并不想迈开了脚步离开了。容易几步走了上前，他一边走着，一边也开始解着自己的衣服。锦娘，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归说呀，别他妈的脱衣服呀！你等我洗完了澡出来了再说也不迟啊。可我等不及。那你现在直接开始说给我听，说完了你先出去。他的话音一落，容易却是已经一只脚踏进了他的浴桶里了。容易的眼睛里闪着光，他与他对视，他一刻也不想走开。锦娘，别赶我走，我这一刻的心情只想与你分享。我就是泡一泡我就起来了，先吃饭。他的话还没说完，唇就被容易给堵上了，剩下想要说的所有的话，这一刻也是再也说不出来了。这个男人就是此时并不想要让他多开口说什么，因为有些话不必说他就能懂。他此时的心底到底有多想要感谢这个女人，这样的一种情绪真的是再用几百次他都不可能改变的。浴桶里的水起起落落，渐渐地将这桶下方的地面给打湿，水面起伏不定，一如人心。迷蒙的视线，幽静的双眸含着火焰，水的温度刚刚好，他身边的锦娘也刚刚好。娘怎么这会儿都还不来？洗个澡用得着这么久吗？这个再等等吧，也不过现在才等了半个时辰。都半个时辰了，真的等不了了，我们这会儿开吃吧。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那娘呢？她怎么不出来吃饭？你娘她有些累，今天晚上应该会早睡。你们吃完了就散了吧。牛蛋，你下筷子慢点，别抢我的。回答他的是闷着头扒饭的声音。猪都是这样的，这牛蛋简直没救了。你不是喜欢吗？快吃吧。荣觉感叹了下，这种情况就能看得出来，谁才是真正的好朋友了。瞧见了没？王傲轩才知道对他好，这牛蛋那个脑子里除了吃，真的就没别的了。王傲轩，你说我娘这一次是不是有点不怎么靠谱？她都答应我说要来的，结果最后还是没有来，这也真的是过分了。你还想管着你娘的事儿？话说管好你自己就不错了，
你娘都把饭给你做好了，你只管吃就行了，哪有那么多废话？这傻子没瞧见容易都回来了，这时候他还打算打扰他爹娘吗？可是，哎呀，别可是了，你爹跟你娘八成是有话要谈，你别多问，也别多管，孩子就得有个孩子的样，明白了没？你这么看着我，会让我一会儿又把持不住的。宋时锦倒吸了一口气，听到了这男人说这话，他立刻就感觉到两腿又是一颤，他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别胡闹了。知道了，尽量过来吃点东西了，别让自己饿着了，总得好好的照顾自己。要是肚子真的饿着了，那我可是会伤心难过的。你把刚刚我做的饭菜都拿进来了？你也顺便过来吃一点，现在不是没力气吗？多吃点，恢复恢复。宋时锦一时语塞，莫名的很想把眼前这个不要脸的男人给打一顿，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喝点米酒？喝点酒也助眠，这样你晚上就能睡得好了。好，来点吧，配着饮食喝点的话，还是能心情好一些的。容易点点头。两个人便很快坐到了一起，品尝美食，而后喝起了米酒，顺便聊天。相公，你可真是厉害，居然能考到第1名，这么厉害的成绩。要是我有你这样的实力，那不早就成了全家的骄傲了。锦娘，女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所以你这个想法并无作用。说来这里的确落后，为什么这天下不能大家都平等呢？女人我们不能去参加科举，为什么也不能当官呢？虽然女子不能当官，却是可以影响到当官的人。其实如何不能说这是为了女人好呢？毕竟我们这样当官的人太过于辛苦了，女子为人妻母，付出的太多，自然是要受到保护和优待的。倒也并不是男人剥夺了女子这样的机会，而只是一开始这事儿大部分都是男人去做的。你说的好像是有些道理的。这些所有的规矩其实都是为了互相保护而存在的，如果真的没有了这些规则，打破了才会造成混乱和伤害。那你要保护好我。遵命，我的娘子。哼，这还差不多。没想到我有一天居然还能站到这个位置上来了，成为所有的人都要羡慕的女子呢。她这可是真的厉害起来了。想一想，如今的她现在可是状元夫人了呢，以后还可能是首辅夫人。这她面前的男人可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好夫郎呢。两个人又腻腻歪歪的喝了半天的酒，容易身体素质也好，酒量也足。宋时锦根本就不是容易的对手，没多久就直接喝晕了过去。林大学士一巴掌就打在了林潇湘的脸上。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做事的代价？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把整个林家的脸面都给丢尽了，你把咱们林家的面子都丢出去让人狠狠的踩，简直混账！林大学士平日里的声誉呀，这回可是真的被眼前的林潇湘给整没了。那个书生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倒是要看看，敢欺负我林家的人，他到底哪儿来的本事？林大学士骂完了女儿，却想起来这个被自己女儿给瞧上的书生来了，胆大妄为不说，简直是过分之至。自己的女儿到底哪里不好了？平日里那可都是捧在了手心上的，他倒好，伤了他女儿的心。爹，你不要问了，这事儿都是我的错，以后您给我介绍什么对象我就接受。林大学士自然是不知道自家女儿此时真实的想法，他并不知道林潇湘其实是害怕容易，这会儿还以为他还在护着容易的。快说，你不要以为这一次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你以为我们林家的人就是不要脸面的了？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传出去，这以后还要我们林家怎么做人？你要让你爹我这一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好歹也知道这所有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不能就这么算了。林潇湘心底悔恨得很，早知道他不去找那个容易不就行了吗？这位兄台，请这边走，我家主人有请。容易并不想搭理，只是他略微思索了下，知道对方实力强大，便也只得迈开了步子，而后跟着那人去。到了酒楼，上了雅间，容易便只瞧见了一位长相绝佳、气质非凡的中年男子。见过大人。你知道我是官员？看得出来，就是不知道大人找我所为何事。
林大学士心底感叹不已，本来是真的挺气自己的女儿有点丢人现眼的，居然不经过父母就与男人牵扯不清，私相授受。可真的见到了这容易本人的相貌，林大学士的火气其实是已经在此时消除了大半了。毕竟这容易的确是长得又好又有才学，而且气质谈吐都瞧着不错，倒也的确是人中龙凤，这一次也必然是殿前三甲，最差也是个探花。你可知我的女儿是谁？容易一听到女儿这个词语，他的头就有些大了。哼，本官姓林，官任当朝大学士。不知道林大学士过来找在下所谓何事？而且我也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您的女儿。呵呵，你不愿意说实话，那也就算了。不过我这个人向来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如果你还愿意与我女儿和解，或者愿意入我的门下，这一次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不好意思了，我知道你愿意不追究，不过我不接受，感谢大学士厚爱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又知不知道你在拒绝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好意思，在下先行一步。不好意思，在下先行一步。狂妄书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老爷，不如我去把他给追回来。让他走。这样的年轻人不吃点亏是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只是因为年轻，没有见识过人间疾苦罢了。林大学士冷笑了一声，虽然没有特别仔细的调查过容易的背景和家庭，不过对于年轻人的刚直和脾气，他也是很清楚的。有点才学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做这种蠢事，将到手的好处给白白的浪费掉。不过我们就这么放过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无妨，这种人既然如此清高，自然也不可能拿自己的未来做什么赌注，那么也就不太可能会把大小姐的事情四处乱讲，没到最关键的时候也不必逼迫于他。大学士还是德行高尚啊，若是小人自然是受不了那个气的。上一次分开你还没有这副样子呢，现在这会儿怎么了？哼，他可不就真的有点麻烦事儿。他这一次高中了，回去之后就被家里头帮忙给定了亲了。那这不是挺好的事情？你这又有什么不开心的？哎呀，我这若是没有见过弟妹是什么样子，那自然也就稀里糊涂的成个心得了。可见过了，我如今找媳妇儿那也是有些标准的。他啊，现在是挺担心他爹给他下安排，所以心里急得很。哼，你也别说我啊，我看啊，你这也少不了你的麻烦，所以何必这么瞧着我？那可不一定，我可不像你，如今我在家里头那可是有地位的很。这亲事啊，我也早就跟我父母说过了，非我首肯不能定下。而且我还要见一见对方，与他聊上几句，了解了解再说其他的。你这还打算了解呢？不了解怎么办？万一真的娶了个麻烦的，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受得住？成亲可是一定要慎重的，宁可婚前麻烦一些，也不能以后出问题。说的也是，所以我现在头大啊。我们这3个人里头，也就只有容易的运气是真的好啊，随随便便就能得到这么好的妻子。那可不就是，就容易这脾气性格，再换一个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他。难说，也许会好，也许会不好。2个人在一旁议论着，容易淡然一笑，没开口。我看啊，你如果真的整不明白的话，那不如就自己亲自去看看，不行的话就偷偷的去瞧上几眼，也可以自己私下好好的打听打听，真的不错了，那就再娶了再嫁了，都是可以的。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得陪着我。兄弟，你的亲事干什么找我啊？既然是兄弟嘛，自然是有难同当了。放心，以后你要是有麻烦，我也会帮你的，这又不算什么大事。我就比较好奇，你爹给你说的那个对象会是哪家的千金？
我们总得知道是哪一家的，然后才好去打听吧。而且咱们这些男人去了肯定不合适，让弟妹去打听就容易得多了，毕竟都是女的。你们想让锦娘出去帮忙打探消息？我没有，是万清源自己的主意，跟我可没什么关系的，我一点都不清楚，我也不想知道的。虽然这种事情确实有点那什么，不过我觉得似乎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吧。我觉得你的亲事，我大概还是可以说得上几句话的，尤其是在万老爷的面前。荣义，我错了，你可别这么做啊，那真的是有点不顾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了。这个容易真是的，万家所有的人现在上上下下对他那可是言听计从的，谁不知道这万家以后要怎么样，那都得是眼前的容易能拿捏得住的。如果容易真的想要让他成亲，这事儿完全就不必想的，明天他就只能被人给丢出去相亲去。哎，对了，容易，我听说那个林大学士找你了，他那边怎么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虽然是个麻烦，我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你也不要当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他们这群人吃人不吐骨头的，难保以后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哎，林大学士是不是因为林大小姐的事情为难你了？不过就是一个林大学士，他不敢的。如今的皇上正等着进士的前3甲入殿堂，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这时候的他的确是不敢的。也难说吧，他明着不敢来，万一又来阴的呢？那也没事，我不怕，不过也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哦，你倒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啊。这个少年有点意思啊，也不看看他眼前站了几个人了，居然还能如此淡定，这可是真的有点意思。也不能这么说，谁说他这个人没有靠山呢？容易的目光落到了不远处的几个人的身上，那似乎是这个年轻人的护卫。虽然那些人都没有出手，不过只是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其实这几个人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担心。容易，你去哪儿？哼，你既然没有答出题目来，那就得把银子交出来。哼，赌输了却还不乐意交银子，你当这里是玩乐的地方，随随便便就可以赖账？年轻人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吧，我只是答案与你们不同，却也并没有真的就输了。你又如何判定这一次是我输了的？你这样的判定，我可是一点都不能接受的。不仅仅我不能接受，而且我还要直接拒绝你这样的说法和态度。银子，我是1分都不肯给的。容易此时走了过去，他一走过去，便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不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人，果然貌比潘安啊。容易对他微微颔首，他定定地看着他。这一局就当平局了，你们中间谁也没有胜，谁也没有输。容易这话一出，顿时让两方的人都跟着一愣，他们以为这个少年出来是要做什么的，却不想他原来是来评价他们的。这一下几个人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一个个都看向了眼前的容易。哎，你凭什么说这一次是平局？我们都不认可。我也想听一听你的解释。容易拱了拱手，在下容易。天哪，他就是容易，就是这一次的头名进士。我去，他这长相也太好看了吧，这样的容貌的确是上等中的上等，真的能让人看了一眼就会难忘啊。这个容易不仅仅长得好看，浑身的气质也太好了吧，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气度非凡了。哼，你不要以为你是进士头名就能随便的说起这一次的事情，也能随便的评价。这回如果不能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么这回我们也是绝对不可能放过这个人的，让他出钱。对，没错，既然是输了，那就得愿赌服输，现在说出这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里可不是能随便玩乐不当一回事的地方，我们也绝对不会让这种小人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对，赶紧滚！几个书生们早就已经是同仇敌忾了，他们平日里关系就不错，互相也是彼此的依靠，还是很厉害的。你就是容易，怎么？你是想帮这个人？我们也不想跟你这个人多说什么，
之前就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还是清楚一点理解比较合适。现在把银子拿出来愿赌服输，这一次的事情就这么算了，不然你们怕是这一次就要栽在这里了。是吗？我不这么觉得。既然是因为题目的原因拿了题赌，那么就得把题目都给解清楚了。我是认为你们这一次的题目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要站出来替这位兄弟说清楚。可如果你们强自的要与我为难，那我觉得你们大概也得要为了你们自己的行为而付出点代价。哪里会有题目出错？这可是圣贤书。容易，你难道要说圣贤的书是有错的吗？没想到你一个堂堂的状元，居然如此说大话，而且如此不尊师重道。你看出来了没？啊？什么？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啊，怎么容易会忽然之间想要帮助这么一个人？这可真的让人难以置信。这有什么好想的？容易做事情向来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想要帮就帮呗，咱们只管帮忙就是了，哪里还用得着想那么多？说的也是，不过你一向看人很准的，这个人你真的看不出来吗？我很确信，我好像并没有看到过这个人的画像。你不是过目不忘吗？那应该早就已经认识眼前的这个人了，现在说没有看到过，不可能吧？是真的，我的确是只要看过一眼就记住了。我很确定，我所知道的京城的所有达官贵族中，并没有眼前这个少年相关的信息。好吧，我相信你的确没有看到过他的，毕竟我很相信你的记忆力，那就有点奇怪了。容易到底为什么主动站出来帮他的，而且还不惜这么抛头露面的？容易可是极其低调的一个人，最不喜欢的那就是在人前卖弄自己的文学。他可是很奉行他娘子说的话，做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这一次却主动的站出来，而且还主动的挑衅。虽然嘴上没说要帮这个人，可是很明显的，他就是因为这个年轻人才站出来的。整的倒是真的好看，而且这一次还是进士第一名，阁下这之后是会飞黄腾达呀。侥幸罢了。不过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能不能被皇上给看中，这可是有些难说了。听说当今的圣上性格有些乖张，而且极其不好相处，所以不到殿试一刻，你现在的所有一切还只是个错觉。我也这么觉得。年轻人此时微微一堵，他故意这么说，自然是觉得这眼前的容易定然是会生气，或者开口直接反驳了他的，却不想这个人居然一点要生气的感觉都没有，倒像是他似乎并没有将殿试给放在眼里，这令年轻人的心中有点不爽了。喂，你们两个话说完了没？我刚刚就想着怎么会有人跑出来要做好事，现在看起来这就是原因了。你们两个人就是一起的吧？怎么以为随便说说话就能当没事发生了？赶紧把银子交出来，不然别想走。不好意思，我也是刚刚的那个说法，银子不能给。规矩不能破，你们都是平局，这一次的题目都出的是错的，还这么纠缠不清，只会让人觉得好笑，所以我是一点都不赞同。好好好，既然你说是平局，那就说说看，为什么会是平局？又为什么这题目是错的？如果你说不出来，那就不好意思了，照样没什么好讲的。容易，你也不要以为你这头名的进士可以逃得过。无妨，既然你们让我说，那我就直说了。容易唇角微微勾起，他的眼神中多出了几分淡然。其实这一题目虽然提问的是与边疆贸易重要还是军事出击重要，一方趋于保守，而另外一方却是激进，本身这题目出现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本还是可以的。可是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本身就是有缺陷的，直接一开始就是一种将经济与军事对立的情况了。军事的力量要强，可不一定要打；贸易要做，却也要军事来做一方保护，本就是两样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东西，为什么要切割成两样？又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出题，做一个奇奇怪怪的答案假设，然后还让别人来验证这两件事物的对立是存在的？容易的一席话说出来，立刻引得其他的书生们之间的对视。一开始似乎是有点想不明白的，这会儿好像是有那么点清楚的地方了。没错呀，说得太对了，本来这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的。
既然同时存在了，那么麻烦就不会有了呀。用贸易来打开军事的路子，不但可以加深两国之间人文交流，可以让彼此之间对于对方的立场有更清晰的认识，而且也自然是可以套取更多的情报，得到更多成长的空间。而贸易往往是需要军事来领军护航的，这点你们应该更清楚才是。好了，我已经把话说完了，告辞。万清源与周一鸣瞧着容易把话说完，而后说走就走，直接就懵了。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他这话就这么说完了？不是吧？他难道并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才打算出手的？就是刚刚那一会儿看不惯。你每次都整不明白容易，与其猜他的心思，还不如有时间了歇歇呢。你觉得容易有哪一次的行动能让你给猜到的？他做什么事，虽然他已经考虑到了之后的很多后果，可他每一步的行动在一开始发生的时候是真的挺难让人揣测的。你还是淡定一些，别想了。说的也是。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当然是该去的地方。他挑了挑眉，眼睛里的光芒此时更盛了几分。我们去一碗牛肉面去。好，就去吃牛肉面。我可是刚刚知道有一家店铺的牛肉面做得极好的，那个味道啊。哎，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了？啊？什么事儿？你也真的是，容易能没吃过好吃的牛肉面？你是忘了弟妹的手艺了吧？这倒是，只是既然锦娘做的牛肉面那么好吃，那容易不回家吃媳妇儿亲手做的牛肉面，这还要出去吃，这是……你要不要吃牛肉面？我请客。所以刚刚容易说的牛肉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个年轻人还会出现，而且还会请他吃牛肉面。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容易怎么能算得这么准？我不想吃牛肉面，我想回家吃我娘子做的饭，她的手艺比外面的好多了。有意思，我倒是不知道你这样的年轻人居然还成亲那么早，有点可惜的很。长得这么好看，又如此有才学，却这么英年早婚，对于一个刚刚高中的进士而言，似乎有点可惜。你的娘子不是出身名门吗？是出身名门，她比任何人都要高贵。容易唇角微微勾起一抹弧度，他平日里就是这样的，只要是提到了关于锦娘的事情，那神色定然就是高傲的、兴奋的，也定然是旁人一眼能看出他与之前不同的。你这么说起了，片事的确让我好奇的很，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认识一下你说的你的娘子。年轻人眨了眨眼，万清源的眉头这会就皱了起来。这个人还真的是挺有一套啊，这么自来熟的那种。关键是凭什么呀？他说要见锦娘，那就能见得了吗？好，可以。万清源和周一鸣一脸疑惑，两个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容易将这个忽然出现的年轻人给带走，目的地自然就是容易的家了。容易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这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了？是不是脑子有病了？这会儿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清楚，不过我唯一一点清楚的是，这个人八成是早就已经被容易给观察着了，这一步步的就是请君入瓮啊，每一步都算好了的。我看这个人如果想要跑的话，哪怕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两个人交了容易这个朋友，也许是一辈子的幸运，也许也是一辈子的不幸。周一鸣已经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大概是绝对会为了容易的以后赴汤蹈火，付出所有的一切。你才知道的话，那就晚了。你说的幸运，那也的确是我们跟着他才能振兴家族的可能啊。至于智商方面的碾压和差距，这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层次差太多了。反正我这会儿先不想这些，我现在最想去的就是荣家，我要吃锦娘做的牛肉面。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那眼睛里的光芒可是藏匿不住的。他们二话不说，直接就小跑了起来，跟了上去。我想吃牛肉面。好啊，不过这会有点晚了，厨师们再把他们给叫醒，那有点不大合适。不如你来给我打下手。好，我来帮你打下手。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君子远庖厨，这荣兄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刚刚还夸了他娘子如何如何，居然一点也不拦着他，还要让他跟进厨房，这不是胡闹的吗？兄弟，听我的，你这话以后可千万不要再说了，说了对你没好处。对的对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跟荣毅夫妻好好的认识一下，最好这样的话就不要提，提了你就完了。完了。年轻人一脸懵，万清源翻了个白眼儿，就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情况看起来脑子都不怎么行的人，怎么就能让荣毅对他刮目相看来着？瞧着挺不怎么样的呀，真是笨得很。荣毅平日里只要有空，那就自然是要帮着锦娘下厨的，这些早就已经成了习惯了。这年轻人本来是真的觉得容易做饭下厨令他难以理解的，直到真的吃到了锦娘的手艺。好吃啊，这也太好吃了吧！这种味道那可是他第一次吃到的，说来很奇怪的感觉，一种明明不应该是最好吃，却在吃到了之后只能为此而赞叹的美食。万清源与周一鸣看着这个人的表情，莫名的似乎有一种淡定。哼，看吧，就知道你会被锦娘做的饭给征服。宋时锦笑了笑，本来这是容易自己朋友的聚会，他本是要做完了就要立刻离开的，没想到容易却说无妨，让他留下与他们这几个人一道吃饭。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这位好像是有几分陌生的。是因为一道辩论题。哦，题目就是说的是经济与军事哪个更重要，是要战还是要不战这种。而年轻人却听着容易这么说话，又是心底一颗灯。毕竟这个容易有点意思呀，他居然把这些话都说给了他自己的娘子听，这不是对牛弹琴吗？要知道这天下的女人身处闺阁之中，哪里能懂得国家大事啊？这种辩论的题目说给自己娘子听，岂不是为难人家？还不得让他感觉枯燥无味呀？年轻人心底感叹了一下，这容易八成是个不懂情趣的。他还没幻想完毕，却忽而听到了宋时锦接下来的话。哼，这题目又是在坑人的吧？干什么要做选择题啊？这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不是两者都要吗？经济军事都得把握才行，这样两样相辅相成的，有了经济才能更好的发展军事，有了军事力量才能更好的掌握和平，有利于经济发展嘛。娘子所言甚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这些好无聊啊，大概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吧？做点实际的不好吗？争论这个争论那个，毫无必要。没错，的确如此。多吃点，相公在外辛苦了，以后遇到了这种瞎扯争论性的话题，能躲就躲。好，我本就不太喜欢参与进去。那个年轻人一时呆住了，他本来以为这个宋时锦八成是不懂这些的，所以才会开口询问，谁知道人家原来是懂的。他也忽然之间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去争论的确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儿吧。这阁下饭也吃完了吧？好像应该也得走了吧？我送一送你吧。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等到那个年轻人走远了，万清源与周一鸣此时也才看着眼前的容易，将他们内心那点奇怪的情绪给问了出来。话说你这小子，难不成已经猜出来了这个人的身份了？又是请人家上门吃饭，又是做这些事情的，你这一手玩得好啊！就弟妹的那手艺，就是再厉害的人也能被拉拢住了。万清源看着容易，此时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确是鸡贼得很。他这肯定是早就已经在心底想好了所有的一切了，就等着对方入陷阱才是。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说这个做什么？我本来就是想要拉拢他的，又没有做错。不过他可是不好拉拢的，而且也许是他在拉拢我们，也不一定。周一鸣微微一愣，这个年轻人要拉拢他们？不是吧？可是这怎么可能啊？除非是顶层的势力才有这种需要，他们又还没有选择站队，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拉拢？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现在可是一点都不清楚的。这么说来，他的身份肯定是很不一般的了。当然不一般，也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了。周一鸣心底微微一惊，难道是他？看样子你还是挺开心的嘛。还好，事情又有一大进步。所以刚刚那个年轻人是当今的皇上？听说皇上还是比较年轻的，虽然现在还不能自己当政，倒也是个很有头脑的年轻人。容易笑了起来，瞧瞧
他的锦娘比万清源和周一鸣都要聪明得多。你怎么知道他是皇上？猜的。说着，他眨了眨眼。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我知道我相公会选择跟谁交朋友。如果他真的是皇上，那让他来吃一顿我做的牛肉面，倒也是不亏的。要是这次的状元不是你，回头我就要让他把面钱还给我们。对，如果不给我好官当，那就让他退钱。宋时锦看着容易，而后也不由得笑了起来。锦娘，恭喜恭喜！这一次也不知道乙哥能不能拿状元回来，不过不管是不是状元，榜眼和探花那也是极好了的。早就知道乙哥是个有出息的，现在看来果然如此，他真的是太厉害了，让人佩服啊！还是多亏了各位平日里的照顾了，他能有现在这样的成就，自然还是少不了各位的帮助。得了，这都是乙哥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不敢邀功，这村子里面没有一个人敢邀功的。锦娘，大家都是挺喜欢容易和你的，你们可是所有人的希望呢。我也喜欢二嫂子呀，没有你们，那这日子得多无聊啊。是不是朝廷的封赏到了？中了，荣相公他中了状元了，当朝第一的状元啊！牛二嫂也跟着异常的兴奋，她的眼睛直勾勾的落到了牛儿的身上。你说什么？容易他中了状元了？确定是第一的状元？这还能有假呀？这报喜的现在已经到了门口了，他们这马上就进来送喜了。我这不是知道了消息，就立马过来叫你们了吗？哎呀，锦娘，你听到了没？容易他中了状元了，中状元了呀！宋时锦也跟着心底激动，这会儿仿佛是话都有些不怎么好说的清楚了一般。他半天之后也只能来得及道：是啊，他真的中了。这是容易自己的梦想，能走到这一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宋时锦心底从来都没有现在这样的骄傲过，头名状元啊，可以名垂青史了。在以后的史册上说起历代的状元的时候，那就自然的会有容易的一个名字了。哎呀，什么都别说了，我们快点走吧，别让人家送喜报的人在外头久等了。出了门，见了敲锣打鼓的送喜报的，宋时锦连忙按照规矩做准备，给报喜的人送上随喜的礼金。这种钱是必须要给的，人家也是有个辛苦费，而且带来的消息那么好，沾沾喜气儿也是应该的。荣家娘子呀，恭喜恭喜！别担心啊，殿试结束，这考入一甲的状元、榜眼和榜花们正在与皇上等人聊着天呢。不过当场是定下了荣相公是当朝状元，马上张榜就会出来了。我这就是先行跑来跟您报个喜。多谢多谢，各位辛苦了。能给状元爷跑跑腿，那可是咱们一辈子最大的荣耀了。这以后真的说出去了，我们这些人的脸上也是很有光的。你以后至少也是个翰林院史官，从六品的夫人呢。以后我们要干什么都得看您的脸色了。宋时锦顿时汗颜，这科举制度是百姓唯一能当官出人头地的途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希望能够考取状元。待朝上的官员们都退了下去，皇上的书房里就只留下了容易一人。皇上将榜眼和探花都给请了出去，只留下了平日里伺候着他的小伙子。容易，怎么样？有没有很惊喜？看到姑之后，是不是很意外？早说了，我们之后会见面的。看看，果然就见到了吧。本以为他说出来，容易会有一些反应的，却让他有一些意外的是，容易此时就好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样，平静淡然得很。他笑了笑道：皇上，我早就已经认出了你了。认出了姑？皇上顿时有些惊讶了，他眨了眨眼，有些奇怪地看着眼前的容易。你这话什么意思？不如说出来，现在让姑听听看看，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居然就让你这么快的时间就找出了姑的破绽。综合起来吧，有一种气质是比较符合的，就是一种见识过天地的胸有成竹。当然，更重要的是，你身上所穿着的衣物、刺绣等，都是来自于宫里的。你说这话，姑就更难理解了。容易，你明明出身在山野之中，家境亦不好吧，又如何能认得宫内之物？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你说这个就得给姑一个解释了。容易微微一愣，他的眸色微微一深，眼睫毛微微颤动了下，盖住了他自己的眼睛。这个臣也很难说得明白，大概就是一种天赋吧。
罢了罢了，反正姑不妨直说了，姑很喜欢你，也希望你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好好的做好你的职责，守护好百姓和国土。你先在翰林院任职，往后姑还是需要你的。皇上可以考虑将臣放入6部历练，以后让臣当一个当朝的首辅来辅佐皇上。噗，你可知道自己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知道，臣也是这么个想法。皇上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如果暂时不能给答案的话，也不必着急。皇上愣了下之后，又瞧了一眼容易，明明就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忽而笑了起来，而后点了点头道：好，只要你有那个实力，将6部的人都给混熟，能做到套取一些有意义的信息，还能做相应的策反，姑就可以将这个首辅之位留给你。老首辅的年纪渐长，也不知道还能撑上几年，在老首辅过世之前，你可得尽全力的去努力了。臣多谢皇上。待容易走出了书房，一旁的小霍子不由得好奇了起来。皇上，您当真答应了要给这个从6品的修撰以后当首辅啊？那可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啊！那个位子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就能当上的，没有真才实学，没有压万人之士气，而且关键是得有家族力量的支持，有强大的不可毁掉的势力才行啊。那小子便是真的考中了状元，可他想要以后有所发展也没那么容易。这满朝文武的哪个不是人精？他有那个能力吗？小霍子的担忧，事实上也正是眼前的这小皇帝的担忧。哎呀，你说的的确如此，不过姑也是应该培养姑自己的势力了。这个容易极好，虽然没有什么背景，可就是因为这样才能成为天子门生，一开始就与姑站在一起。现在姑除了后宫还有一些支持的力量之外，前朝上下可是没有什么可用之人，这个容易倒是真的是个人才。皇上说到这里，自然是不由得想到了吃那碗牛肉面的时候，听到了容易与他娘子之间的对话，就连他的夫人都有那般的见识和能力，他身边还有个万清源和周一鸣，也是瞧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的，这到时候用起来都是挺顺手的。皇上只要想明白了就好。锦娘，哟，状元爷回家了呢。所以状元夫人打算用什么方式来迎接我这个新科状元呢？你猜？锦娘又学着调皮了。那是自然的，毕竟最调皮的难道不是相公你啊？娘子如何？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想说的话可多了，当然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相公你果然很厉害，真不愧是他的相公呢，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漂漂亮亮的，这可不是普通的人能做到的。最起码现在的宋时锦是真的挺服气自己家的男人的，当朝的新科状元呀，好厉害的。这都是娘子教得好，如此才能让我有现在这样的能力。行了行了，咱俩就别商业互吹了，你有这样的实力，我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就算是没有了我，你一样能考中这个状元的。是吗？可如果没有了锦娘，我就算是考中了也毫无意义，而且也大概不会觉得像是现在这样的开心。他不需要天下人的称赞，只需要眼前的锦娘在高兴的时候向他微微露出一抹淡然的微笑，其实这样也就足够了。你说起这话来，的确是想要让我打人了。宋时锦嘴上是这么说的，可这会儿却不得不承认，这男人说的话太过于好听，而且太撩了。容易又抱着宋时锦，而后在他的耳旁蹭着吻着，呼吸微微急促了起来。他的大掌悄然地自腰间到了他的胸口，宋时锦连忙挣扎了下，要将这男人的一双魔爪给扒了下来。你这淡定一会儿不行吗？咱们两个聊聊天呀。聊天是可以的，你说着我就这样听着。宋时锦顿时无语，你他妈这个样子让我还怎么能正常的思考啊？就这样子那不得是折腾死人了。锦娘怎么不说话？容易轻笑，而后将自己的唇落到了宋时锦的肩膀处，轻轻吻了下，猛地一个用力便将宋时锦的衣服给扯了开。宋时锦的眼睛顿时瞪圆了，你混蛋！我混蛋？只是请问一下，可以让我这个混蛋继续吗？宋时锦的话音还没落的，容易就又放肆的埋手继续了。男人得到了一个女人之后，就会自当的清楚，有了第一次便可以有无数次，
女人也是破罐子破摔，在第一次之前，年代浓妆，唢呐一声长明月晃，这女子泪眼白高堂，一杯甜白酒饮，白红。宋世勤此时浑身慵懒着，遇上喜乐悲欢的无款，他眼中已无狂。面带浓妆，唢呐一声长明月晃，这女子泪眼白高堂，天酒饮红尘。遇上喜乐悲欢的无款，他眼中已无狂。唢呐一声长明月晃，这女子泪眼白高堂，天地200酒。倒也是一样会这么选择。先借着点力量，让自己的势力壮大就好。而且我最大的野心，也不过就是成为一国首辅，别的就不想了。咦，为什么是首辅这个位置啊？感觉这个男人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怎么这一回只是说了是个首辅的位置就可以了？因为锦娘说了，希望我做到首辅，希望我能替百姓谋福祉。我想达成锦娘的愿望，想成为锦娘的骄傲和荣耀。宋时锦微微一愣，他的目光落到了容易的身上，一时有些心底说不出来的滋味。所以说，容易其实做这些都只是因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因为他想要让他这么做，所以最后的容易才做了这样的选择了吗？怎么这样的目标与他原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宋时锦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一刻只觉得整个人都有点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这本书的主线彻底是歪了吧？男主如果所做的事情的理由都是因为我的话，那么原来的剧情应该早就已经结束，甚至于成了过去了。如今的这本书应该已经是新的一本书，而再也不可能会是过去那样子了。你转身回眸，竟是把自己弄丢，淋湿在个。你这么大的野心都告诉他了，这皇上不得防着你啊？不会的，皇上过于年轻，朝中的势力分成了几拨人马，皇上他势单力薄，便是早晚想要让自己走得远一些，也得需要不少的人来支持。所以说，皇上他还是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身边的吧？他也不仅仅是需要你一个，你如果真的有才，那对于他而言，应该是很大的助力的。如果我是皇上，想什么呢？锦娘总是会有一段时间就跑神，让人心底担忧，也不知道锦娘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也没想什么，只是觉得我肩膀上的压力忽然之间大了几分。毕竟一开始还不知道相公你所做的一切，原来背后都有一定是我的原因。无妨，这本就是锦娘该得的，我答应过你的，不会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百姓的事。毕竟我不能让报应落到你和孩子的身上。做一个坏人，也许自己会很开心，可是也同样的，一切的危险也会带给身边的人。容易只想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好的方面给身边的人，至于其他的痛苦之类的麻烦，那就让他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他并不想要让锦娘受到任何的委屈和痛苦。你说的呀，记得自己说的这一切，我可是在听着呢，可别真的要让我以后吃大亏。
不会。他哪怕以后得罪了人，死了，做的每一件事儿也会在某一天被揭开。一个人行得正，坐得直，对得起天地，便不会被误解。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会永远心向光明。这是锦娘教给他的，而他也一定会这么去做。好，我相信你，也相信我自己。我们一起努力一些，把这个家给保护好。以后的日子定然是会越来越红火的。容易紧紧地抱住宋诗锦，唇角微微勾了勾道：好。第二天一大早，宋诗锦就在准备着菜单了。没办法，如今的他自然是得把所有该做的都给安排好。毕竟容易考上了状元，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好好的安排一顿吃的喝的，那似乎就有些对不住其他人。你这样一个人来处理，那可不行。之前瞧着你这娘家郑家，应该会有不少的人过来帮忙的。现在瞧着这人还是少了太多了，就这样肯定是没办法立刻解决问题的。这样吧，我找些人过来，实在不行，我去调些人来。郡主，好像不必那么夸张吧？那怎么行？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如今这事儿可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情，我可不能看着我的好朋友丢人现眼的。其实没什么好在意的，我觉得那些人在意的是容易个人的本事，这外在他想着应该没那么重要的。不过又瞅了一眼谢金玉，宋诗锦只是思考了下，便答应了让王白简和谢金玉来帮忙了。你这样做就对了，这就得让我们来帮忙，放心，我一定帮你弄好。谢金玉平时的生活圈子与宋诗锦是不同的，宋诗锦的圈子就是他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锦娘，你想什么呢？让你瞧瞧我带来的侍女和侍从啊。王白简这边竟然也领了20个人，10个侍女，10名仆人，所以这瞧着有将近40个人了。咱们输什么也不能输阵，放心锦娘，我们一定不会让你丢脸的。这些小厮和侍女们那可都是懂规矩的很，他们可都是有教养嬷嬷一棍子一棍子敲出来的，那可是花费了好多时间学习的。当然啦，效果也很好，算是我们府里的招牌了。这一回就给你用了，你可得好好的利用上才行。而且这些人的嘴还特别的严实，手脚也勤快，最重要的是，前来的那些人里头，他们大部分都认识，完全不怕得罪了谁，他们都会在一旁提点的。就郡主身边的20用起来，人数肯定是少了的，所以我这边也再配20个，毕竟宾客众多，用人就难免，这些人就让你好好用着了，这问题就不会太麻烦了。既然如此，那就多谢谢你们了。说这个做什么？你呀，就喜欢客气。对啊，这时候还说什么客气呢？还真的是，锦娘，你给了我们一个心灵休息的地方，就是你说的一个港湾。我每次在面对着父亲母亲，面对着规矩极其严格的家庭，你都不知道我每天有多苦。可正是因为你给了我一个休息的地方，我才能找出来一个舒服的地方，每天有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说，锦娘，跟我们说谢谢就不对了，因为我们从你这里得到的更多。王白简不愧是王大儒的女儿，到底也是读书读得比较多的。此时的她说出来的话，就让宋诗锦感觉有些与众不同的。好了，既然你们是这样想的，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了，就好好开始做事吧。我用起你们来，那可不会客气的。走了，我们呀求之不得呢。看来这一次的效果是真的好呢，夫人倒也是不必担心什么了，肯定是给咱们庄园爷长了脸了。挺好的。就在宋诗锦与木木几个人聊着天，想着等会儿人走个差不多了，就把这大门给关了，开始收拾整理。忽而容易走了进来，他挑了挑眉，颇为有些无奈地看了宋诗锦一眼。可能还要麻烦锦娘了。怎么回事？看着你这会儿倒是一副挺郁闷的模样。的确是小无奈，虽然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会比较烦。烦？容易轻笑了下，而后低下头，在宋诗锦的耳边说起了小话。皇上要来，非要在我这儿再吃一顿好的。他说他想吃上回的牛肉面了。这很自然的，毕竟你家娘子我的手艺那可是一向很好的，他当然是会很想要吃的啦。当然万清源和周一鸣这一次也是要一起的，所以说一会儿我们4个人就在书房里吃了。这又算是宵夜了吧？小心相公你以后这么吃起来，把自己给吃胖了。就算是真的吃胖了，那也没法子。好在我家的娘子并不会厌弃我的。好了，正好今天还多谢了谢金玉和王白简呢，
谢金玉见到了皇上，那可是会认出来的。而且人家给我们帮了不小的忙，我也得晚上领着他们一道吃个宵夜，就正好你那边一桌，我这边一桌了。那就只能这样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娘子辛苦了。这算什么辛苦啊？不过就是做顿饭而已，也累不着什么的。反而是你应酬什么的更得小心翼翼的，总是心理上的压力更大一些。我的娘子总是这么善解人意。好啦，你去忙你的吧，我也开始做我的事儿了，我们2个人分工合作就好。没错，就是他呀。谢金玉喃喃着道：不是吧，皇上真的在这儿？可是此时的皇上又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虽然他知道宋时锦是个好人，容易也很有才学，这一家人其实都挺不错的，可是他们好像还真没有到这种能把皇上都给叫来的程度吧。可是如果这些都不是真的的话，那么请问他这会儿看到的那张脸又会是谁呢？疯了疯了疯了呀！谢金玉感觉自己的手有些哆嗦，忽而又想到容易这已经是考上了当朝的状元了，难不成皇上与荣相公一见如故，殿试之后就微服私访到人家家里头来了？这不应该吧？你怎么这么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看到什么奇怪的事儿了？差不多吧，就算不是鬼，也真的跟鬼差不多了。没什么事儿，咱们弄完了之后就赶紧走吧。这里似乎并不是咱们要继续待着的地方了。你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这都什么情况了？还说这里不是人待着的地方，真的是。你以为我在胡说吗？咱们每次都在锦娘家玩，而且都玩得挺好的，锦娘的人挺不错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会儿这是怎么了？说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也不怕锦娘到时候骂你了？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才说这话的？我可警告你啊，如果你做错了，我可是帮理不帮亲的。谢金玉一时语塞，跟王白简解释不清楚了。他还是自己先逃走那比较合适，再晚的话怕也就会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谢金玉就打算找到了宋时锦，而后把他自己的想法给说出来。只是他还没有见到宋时锦的，就同样的也被皇上给发现了。谢金玉，完了完了，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你又在神经什么呢？我们完了。他刚刚眼睁睁地瞧了一眼，又正好与皇上对视上了，而后皇上那个眼神这会儿分明就是在提醒着他不要跑。如果他要是跑了，那就完了，这让谢金玉能怎么样啊？除了必须在这儿待着之类的，他也是毫无办法了。王白简正有些奇怪，这谢金玉到底是怎么了的，却忽然听到了一声好听却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郡主的时间很充分啊，看起来最近宫禁比较轻松，还是说郡主府里住着不舒服了？一会儿荣娘子要做好吃的，郡主与王大小姐一块留下来吃，你们也好陪陪荣家娘子，别让人家心生不满，倒是责怪于我。是，知道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与我一道走。是。怎么，这会儿看你一脸不情愿的，还是生气了？还是说不想跟我一起？没有的事，我没有不情愿。妈的，就算是有点不情愿，关键是能有什么用啊？该怎么样不还得怎么样啊？这事儿，这皇上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吗？又在这装什么呀？谢金玉心底的小九九不停地在想着，他此时也只觉得他太无奈了，人生之路也太惨了吧。早知道是这样，他还不如今天只让仆人们来，他自己不来呢。皇上点了点头，这才满意的去找容易去了。他还正愁自己来找容易家娘子不带个女眷什么的不是太合适，这有了郡主在，他以后就可以经常性的过来玩了。这个谢金玉可是真的可以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去处，还有美食什么的，他倒好，谁也不说出来，就这么说藏着就藏着，的确是过分了。皇上一走开，谢金玉就捂住了自己的额头，感觉人生忽然没有了希望。话说，你这一副表情是什么个情况？刚刚那个年轻的男子是谁呀？长得不是也还行啊？你新认识的？也不对，瞧着你们的关系不一般，而且那人明显压得你抬不起头来，这中间似乎又有点什么不同的，你还不实话说一下，让我瞧瞧你们这到底什么个情况。王白简平日里总觉得谢金玉这个丫头天不怕地不怕的，
好像就是那种什么人都挺不放在眼中的。没想到啊，他这回居然还有点意思呀，居然还有一个看起来挺害怕的人。哈，你最好不要打听，也别觉得算是抓到我的把柄了。听我的，这样的人你遇到了就有多远闪多远，这样的人在身边那真的就是噩梦，你明白吗？行，这一次我就听你的。虽然我是很好奇了，不过事情如果很麻烦的话，我还是要躲一躲的。我可不想让我自己最后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那可真的没那个必要。那个年轻人之前有在你们家吃过东西吗？哪个年轻人？就是一会儿容易要留下来加餐的那个年轻人。谢金玉也不知道宋时锦此时到底知道不知道那是皇上，所以只能这会儿这么开口。所以你刚刚跟皇上搭话了？所以说你早就知道那个是皇上了？上次来我家这里吃饭我就已经知道了，那时候他虽然没说他是谁，不过我跟容易能看得出来的，身份年纪还有见识以及身上的用品。这也能看出来？如果是我就不知道。能看出来，你瞧不出来是因为你也是跟他一样的思维模式，怎么说呢，就好像何不食肉糜的那种方式一样。他以为自己穿的已经是很普通的那种了，可却并不知道皇族的状态与普通人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这些如果都清楚的话，自然就能知道。你们这夫妻俩那可真的是人精，就这样的你们也不知道以后谁能骗得住。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知道是知道，不过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并不会去做一些不对的事情。让你们倒是好了，可我就惨了。明明知道他是皇上，还得平日里多听着他点，那我以后估计就不能常来这里了。倒也不是，你也不必如此的。一个是因为皇上平日里公务繁忙的，他还能比你有时间到我这儿来玩啊？而且他是偷偷摸摸来的，也不可能正大光明的，你也不耽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在皇宫里的时候是皇上，在外头也就只是容易的普通朋友，虽然会给他一些上司一般的尊重，却也不至于故意之间有什么隔阂了。放心好了。没错，还是锦娘聪明，而且说得很对，我差点就忘记这一条了。我不跟他之间多交流，那不就没什么了？而且等他来了我就躲，他走了我再来。你说的太对了，反正平日里皇上也不会忽然之间过来。你一会儿想吃什么？等下我做点好吃的，咱们一起。吃什么都行，只要是你做的，我什么都吃。毕竟我觉得你做什么都好吃。那行，到外面等着吧，马上就好。这个应该是万清源了。他一眼就看出来万清源与周一鸣的区别来，这两个人的气质的确与众不同，一个活泼，一个严肃的，对比还是挺鲜明的。是。他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尤其是在知道了这人是皇上之后。请皇上恕罪，万清源他这规矩实在是难以入眼。行了，既然是聚一聚，那就不必多想这个，而且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在这里就不要太过于计较规矩了。我这会儿就是出来到这里来吃好吃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哦，对了，当然除了吃好吃的之外，我自然还是想听听你们的一些观念。这个观念什么的让容易说就行，我跟一鸣都是听容易的，他跟锦娘两个人的思想已经可以是国士级别了，我们就听听他们两个人的，我看就行。皇上也跟着点点头。有道理，有你们在，这倒也显得我这个皇上也不是那么笨了嘛，我还真的差点就以为这天下都成了聪明人了呢。万清源与周一鸣此时向着皇上相视着行礼，而后笑了起来。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吃，其他的就以后再说吧。自从我在容易这里吃到了那一碗牛肉面，这宫里头的东西那可真的是吃不下了，今天不好好吃上一顿，那我估计也别想着回去睡个好觉了。实在不行，我就把我的厨子都叫来，先跟着锦娘学几天厨艺，而后再让他们回去了再给我做，不然我感觉这天下都没有治理好呢，我这个皇上就要先饿出病了。这个臣可做不了主，若是我家锦娘不同意，我这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你这当家做主可不行啊，这男人怎么也得听媳妇儿的话才是，怎么就搞这一套家里不能安，这以后如何定天下？皇上您还真就别怪他了，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的，容易那怕老婆真的就是已经注定了的，也不是那么一天两天的了，他呀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锦娘生气，典型的剧内就是他。这个
我看你这娘子学识谈吐长相都是一流，看着还挺讲道理的，怎么脾气不应该这么坏吧？对，锦娘的脾气真的是好到不行了，不过容易就是怕，这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而且还是那种谁劝都没用。这样可不行啊，你的肩膀挺直一些，腰板也直一些，这样以后才能有一些好的威严。这家里头总不能让女子当家的，你这……那皇上，如果我娘子不让吃饭了呢？皇上一时语塞，就是那种你得在一旁看着、闻着、站着，然后所有的美食都没有你的份儿的那种。容易又瞧了一眼万清源，你也是一样，进来就没吃的，你只要到了门口，那大门就给关上。万清源和周一鸣也顿时哑口无言，这个好像的确是个挺为难的结果呀。皇上，你要知道我娘子会做的可不只是牛肉面一种啊，她还会做上百种菜，个个香喷喷，又吃起来美味无比。我一个向来对自己饮食有着严格自律的人都无法抵抗。皇上真的觉得美食是可以辜负的？皇上本来就觉得不吃牛肉面挺惨的了，这么一听容易说，居然知道了还有更多的品种食物，那他瞬间就觉得自己也会叛变的了。的确有几分道理啊。我娘子做的其实就算是不好吃，我也一样喜欢的。我这样的感觉是你们永远也无法体会的。每天下了班，辛辛苦苦的一天结束了，回来之后有锦娘的一碗饭和嘘寒问暖，唉，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的？皇上、万清源和周一鸣三个人顿时哑口无言。为什么明明他们是有那么一种想要过来劝一劝容易的感觉，这会儿反而像是被他给鄙视了一样？这是在嘲笑他们这三个人没有人疼吗？皇上已经娶了好几个了，不算在里头。我跟周一鸣，反正我们已经被你打击惯了，你现在再怎么刺激，我们也是一样感觉不出来了。所以说现在就随便了。万清源此时可是真的挺无奈的，每次都要被这对夫妻两个给刺激，着实无语呀。卢老首府以前呢，的确是为国尽了不少力量，可他年轻的时候那些思维模式的确是很有用，现在老了，有些变化却很难跟得上了。哎呀，所以孤必须找到你们这样的年轻有识之士，而后联合起来，一同将这件事给处理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想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就一定得接受新的思维能力才行。而接受新的思维能力，改变观念，才是可以真正走到别人前头的机会。只要做好对新生事物的审核工作就可以，不能一刀切，变或者不变，这都是应着天象而生，时也命也都有一定的原因，相信卢老首府能想明白的。皇上点点头，你姑想的一样，如今老首府还不是最大的麻烦，而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后宫。太后一党的力量想办法，我们需要瓦解掉，而卢老首府，我们则需要渐渐的与他一道提升，帮助卢老首府理解年轻一代。说得不错，老首府的心态并不是不乐意尽忠，而只是大概也是不怎么放心吧。自从卢老首府的儿子战死，儿媳与孙子丢失，卢老首府的心情没怎么好过了。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百姓，老了也还是在替国着想，这样的一位老首府值得姑尊敬。没事，我们只要做得好，老首府会懂的。容易，这一年让你在京中做个史官，你就尽全力吧。如果之后有个好机会，姑会给你更好的机会的。希望你们都能尽自己所能，为百姓谋福。这也是我的本意。这么晚了，这几个人还没有吃完啊？那我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你这会儿还不回去，那一会儿我是不是不能与你一道走了？估计是不能了，你得先走了。你的侍女们一会儿要是走的话，就先跟你一起。我的话还得等一等。好吧，我知道了。也不知道你这只耗子到底是见了哪只猫了，这样会被影响到这么严重。行了行了，那你就再多陪一会儿锦娘，我就先走一步啦。锦娘，我好想赶紧回去啊！这个皇上怎么还没有吃完呢？那么这得闹到多久啊？啊，好烦！行了行了，也不必烦。实在是太晚了的话，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这儿不就行了？我这儿房子多了去呢。至于皇上，我估计一会儿就要结束了。毕竟皇上明天应该还会上早朝的吧？没错。所以说，你现在还担心什么呀？
皇上这可是一定会赶去明天上早朝的。既然如此，你在这儿瞎担心都是没用的，与其这样想，还不如直接早点休息呢。是啊，我怎么就忘记了这样的事情了？没错，皇上还要上早朝的，我只要再等一会儿就行了，要不然他就得熬夜了。一旦明天不精神了，百官们一定会骂他的。你这回想明白了，那还不赶紧去睡去，还在这浪费什么时间呢？那我睡也没用啊，我又跟皇上不一样，他明天有早朝要去上，我又没有，我等着跟他一起走了，到了家我再睡。如今看来，当个皇上是没有什么轻松的日子过呢，还不如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呢。这当皇上的可真是太可怜了。此时也不知道是该赞美他想得对，还是与他一样的同情当皇上。行了，这个世界本就是如此的，没什么好说的，一切其实都挺自然的。那倒是，谁又不可怜呢？你还得这么晚不睡，给你相公做饭呢，一样可怜得很。容易这边与众人一聊起来，那再加上一喝酒，就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了。不过他可是有生物钟的，这些可都是锦娘给他训练出来的，这到了时间了，他可是绝对不会留下任何人的。此时他就直接开口要撵人了。好了，你们既然都已经吃饱了喝足了，那么这会儿也该走了，我这儿可是不打算留人的。容易这样的话倒是让皇上不由得有些不怎么高兴了。大家正喝得好好的，你这么说话可是有点过分了啊！这都还没有怎么样呢，就想要撵人了，有点过分了啊！算什么过分？再正常不过了。皇上可别忘记了，你这明天还得上早朝呢，我这明天也得上早课，而且还要到书院去见各位夫子，将这一日所见都讲给夫子们听，尤其是与皇上之间的谈话，那些人可是已经等了好多天了，这些自然是不能说不做就不做了的。我瞧着，容易，你这怎么看起来挺像是天下第二的范公文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公的确是我心中最佩服的人，如果我能成为他第二，这一世也不枉活一场了。有志气，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要做千古名臣，而我则要做千古一帝。你有你的心目中最为敬佩的人，难道姑就没有了吗？姑也是有的。您敬佩谁？是朱元璋太祖皇帝，还是始皇，亦或者是李世民，还是那其他的皇帝？这些人我都敬佩，也极其喜欢。我要做的是集百家之长，做对得起百姓的皇帝。我始终还记得第一任皇帝的话，那一句话在我心中一直都没有变过。这么多年来，我有的时候也难想象像我这么苦读，熬着这么多年的辛苦，早上某时就上朝，晚上子时才能睡觉，这么苦的当个皇帝，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可当我读到朱棣的一句话之后，我就明白了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了。容易闻言忽而轻笑，他的眼睛里亦是金光闪烁。我也放在了心底，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我也放在心底，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怎么样，醉了的话就好好睡觉休息去。容易看了眼宋时锦，忽而笑了笑，而后摇了摇头。我其实没醉，一会儿还要再去瞧瞧小二和小妹。宋时锦点了点头，容易让他坐于自己的腿上，定定地看着他。宋时锦闻着他一身的酒气，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你瞧瞧你这浑身上下的酒味儿，都重得很。是挺重的，不过也正常，皇上在这儿，我不喝总是说不过去的。这天底下的皇帝向来就是一个个的挺小心眼的，只能旁人比他先醉。若是我的酒量好太多，以后他估计就不与我喝酒了。那咱就不陪他喝，何必呢？折腾自己的胃去配合旁人。说得极是，那就不陪他喝。果然还是我的锦娘最是心疼于我。不过锦娘放心，我这个也只此一次了。锦娘，当今的皇上是个好皇上。我知道，从他施政就能瞧出来了，而且本人性格也挺温润，应该会是个明君。不过再是明君，他也是君王，怎么样一哥也是要小心的。我知道了，走吧，一起去看看孩子。你这会儿知道去看他们了，可那俩娃娃早就睡了的，晚上有婆婆们照顾着，他们又喝了点温热的羊奶，刚刚睡下。娘子辛苦了。知道就好。容易瞧着宋时锦明媚的容颜，我的锦娘真好，又把我照顾得这么好，还又能如此尽心尽力地对待孩子们，这真的极好极好。你可别这么说了，这天底下又有哪个女人不是这么做的呀？
这本就是应该的。我若是把你们都往旁边一丢，什么都不管，只顾我自己的，那我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爱护啊。这天下的道理本就是这么简单，你又不是不懂。话是这么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我还是要学着感恩点，不能将这些都当成是理所当然。你疼我一寸，我自当还你一尺。我以前刚刚认识你的时候，说实话，真心是瞧不出你还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现在看起来，我果真是小瞧了你的。你这油嘴滑舌的，也不比别人差嘛。容易轻笑了下，而后把自己的头放在了宋时锦的肩膀上。他安静地靠着，享受着此时的温柔和幸福。两个人的手紧握，又在此地互相依靠着，这一刻真的看起来很幸福。看着娘这么费劲的照顾着，真的是挺心疼的。可我跟他说让他把孩子留给我照顾，他又不让。他一直都觉得欠了你的，想要更多的做些弥补，这点就让他自己多考虑吧。我就知道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所以我才心疼的。唉，我都能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安老和健老他们那么好，难道对自己的亲娘就那么刻薄吗？不至于的。我就算是一时无法接受，也不可能永远都不接受。一哥，我们本来就已经挺幸福了，不是吗？没错，我们本来就已经很幸福了，所以也不必对旁人太过于苛责。宋时锦的唇角微勾，他的身子微微靠着容易，容易仿若是更醉了。我们回去吧，该歇息了。那是，明日可是你头天要工作的日子，那可不能马虎了。的确如此，若是我不努力，娘子便不能有好吃的，也不能有好的日子了。倒也不至于，说是相公公务做得不好了，我也可以养活相公的。毕竟你家娘子我本就还是有几分能力的。的确如此，我家娘子自然比其他人要强上许多，果真还是锦娘最是有趣。宋时锦瞧着他这副模样，脸不由得微红，容易此时心底一动，很快上前打横将宋时锦给抱起，这差点就把锦娘给惊得尖叫起来。好在他即刻就反应了过来，连忙瞪了容易一眼：“你干什么呢？”你说我在做什么？不过只是想要尝尝这人间的美味。容易便将锦娘抱着回了两个人的房间。进了房间之后，他速度很快地放下了她。锦娘，我想……容易身上的酒味依旧很重，熏得宋时锦整个人有些神志不清了快。细密的吻落下来，酥麻的触感令宋时锦不免地惊呼了一声，而后眼睛睁大了看着他：“你去洗个澡。”宋时锦一边说着，一边推开这个令他喘息燥热的男人。“锦娘，现在你都在嫌弃我了？”“你可别胡说，我才没有呢。”“你没有，那刚刚是我的错觉了。”宋时锦一噎，忽而意识到此时最好不要跟这人继续玩嘴上的功夫，不然容易被他给带进沟里去。他叹了口气：“就问问你，一会儿洗不洗澡？”“洗。”“不洗，他的娘子该生气了，那自然是要洗白白的。”“那你先去床上等着我，我洗了澡就过来。”宋时锦顿时一噎：“娘子别急，我马上来。”耳边又传来了容易的声音。宋时锦被他给说的又无语了，说起不要脸来。容易若是能拿个第一，估计其他的人也不敢再拿个第二了。反正宋时锦是这么认为的。他躺在床上，睁大了眼睛，心底一片沉静。以前总觉得人生毫无意义，自从遇到了容易，这一切的一切却仿佛是给了他一个重新的意义。他觉得开心，也很幸福了。容易洗完了澡，头发未干，只简单的擦了擦，便赤着脚走了过来。他很快就到了宋时锦的床边，身子一低，水珠滴在了宋时锦的眉心。“你怎么不把头发弄干啊？这样子不是挺麻烦的？而且晚上了头发不擦干睡觉的话，会生病的。”容易的眼眸中升起了火焰，他定定地看着宋时锦，唇角微微勾起道：“生病算得了什么？我有些忍耐不了。流氓不可怕，我又不是对天下的女子都这样，不过只是对你一人如此而已，所以我的锦娘是千万不必担忧什么的。”“行了，别在这贫嘴了，走吧，我陪你一起去擦干头发，我来帮你擦。”“那倒不必，我可以的。”说着，容易用了点内力，就这么几下，便将他的头发给弄干了。“你摸摸看，是不是已经干了？”“干了，我已经瞧见了，这头发都好了。”
那接下来自然是可以睡觉了。锦娘，我洗好了，不信你闻看看。啊，好了，知道了，我不用闻都知道了。这男人这副模样也真的太狗了。容易把头靠在了锦娘的胸口，而后大掌开始不安分起来。你明天早上还要准备上朝的，而且还是第一天上班，你就打算以现在这种状态继续的话，那你明天怕是会起不来吧？容易挑了挑眉，眼神中的光此时亮了起来。那怕什么？锦娘与我在一起，我精神反而会更好。宋时锦一时语塞，他还想说什么的，容易细密的吻就已经落了下来。锦娘所说的我都清楚了，那现在还是不必要继续说什么了吧？还是早些弄完，早些休息，如此锦娘才是真正的关心我。宋时锦也是被这个男人给整得彻底没了脾气，只能也就随着他去了。这夜倒是挺漫长的，而且渐渐的天气越来越冷，容易喝了酒，动作更大了些，一晚上折腾来折腾去的，让宋时锦感觉更累。只是这冬天有人暖被窝的感觉自然要比往日更暖和，天气阴冷着，却并不是以前的那种不舒服，以至于宋时锦早上晨起的时候还有点赖床，有些不想洗。不过他倒是一大早就被容易给亲醒了。狗男人一大早就要出门，有些不舍离开暖被窝和媳妇儿，便搂着亲了一会儿。宋时锦也没有躲得过，那就只好随着他去了。不过到底还是被这家伙闹腾了一番。之后隐隐约约的知道容易出了门，宋时锦一个翻身便又继续睡了。娘，我可以跟妹妹好好的玩一玩吗？当然可以，你想要跟妹妹玩就玩去，挺好的。可我跟妹妹走得太近了，以后是不是就没办法拿出当哥哥的威严了？你还想要拿出哥哥的威严呢？那是自然，我要做好哥哥的榜样，要照顾好妹妹，还得好好的教导她。妹妹毕竟是妹妹，我有保护她的责任的。你倒是会拿哥哥的派头，没事儿，慢慢摸索着就成了。对了，你可别忘记了你还有弟弟呢，你的弟弟也是需要你好好的照顾着的，这点可别忘了。这个我知道，嘿，娘，你放心，我肯定能做好一个哥哥。宋时锦这次又做好了饭菜，递给了牛儿，让他给容易送去。还是锦娘这样的手艺可以，我都不知道外人有多羡慕容易那小子。说是你想要吃，我就多做点，你也带着。这个锦娘每次给的其实都够的，而且每次容易有多余的也都会给我留一些。不过这事儿吧，倒也并不是我想吃，而是荣相公的同僚们，那些个人才真是馋得不得了了。谁让锦娘你的手艺极好，那些人天天吃不到，只是看着就眼馋得很，而且关键还是这些买也买不到。有些甚至自家的媳妇儿不会做的，那就更委屈得很了。既然如此，那回头了我就多做点。那可别了，做的多了，把那群老爷们的嘴给喂刁了，那还得了？还不得以后回去了更难过了。像我现在就吃的有点好了，平日里的简单饭菜可就有些吃不下去了。宋时锦瞧着牛儿这副样子，终究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是看着他，而后眨了眨眼。这事儿回头他需要跟容易商量一下，以后给容易送饭让他吃，就让他躲起来，找点人少的地方去吃。大小姐果然是心眼多啊，这么小就这么聪明的，那以后可是真的了不得呢。我也觉得是，看了这个丫头长大了之后，也不会担心再被什么人给欺负了。女孩子学得会保护自己，这还是极好的。夫人，您这点儿怕是担心的有点多余了。这大小姐别说以后会被别人欺负了，她只要不欺负其他的人，那就已经很好了呢。有点道理啊，说得不错。这个丫头也不知道长大了之后谁能降得住她。现在瞧着她倒是有点害怕大少爷和老爷，其他的人二少爷是肯定不行了。默默可是知道容易和容爵是最不好招惹的。话说现在看着大少爷跟老爷那可是越来越像了，不光是长得一样，就连说话办事儿这方面那都是挺一样的，让人瞧了之后也不由得说起这两个人很是相似。唉，这样也挺好的，挺省心的。容爵如今也已经要8岁了，他这瞧着越来越像个小大人了，那个子也开始长高了。说实话，这日子过着过着
就好像过得挺快的了。夫人说的极是，人生在世的，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追着走着的，真的挺快的。说起来，大少爷如今都已经在桥上都能烤秀才了，而奴婢也在夫人身边待了将近2年了呢。千纸鹤，宋时锦的眼神顿时犀利了起来，他立刻叫住了马车上的牛大。牛大，刚刚有人上了马车了。啊，没有啊。他刚刚就一直在马车上待着，好像真的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可现在看起来，好像锦娘这个神色有些不怎么对劲儿，这倒是让牛大有些奇怪了。夫人，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宋时锦的手紧握了下，他的眉头紧皱了起来。这忽然之间出现在马车上的千纸鹤，让他的心底极其的不安。夫人，这只千纸鹤好像是以前在家里见过的那些。记得之前因为这些千纸鹤的事情，荣相公与那人的关系也降落到了冰点的，好像那个人应该是周云岩吧？会是周云岩周世子的恶作剧？他这一段时间是觉得自己挺好的，所以以为宋相公不会将他给怎么样吧？这可真的是不是他。夫人怎么说？怎么会不是啊？我看得出来，的确不是他。周云岩给的千纸鹤是红色的，而这只千纸鹤是黑色的。还有，周云岩给的千纸鹤是有眼睛的。可你瞧这只千纸鹤的眼睛？没错，这只千纸鹤的眼睛分明是已经被挖了出去。他手里的这只千纸鹤清晰地看得到眼睛所在的地方被挖空，成了2个空空的洞。夫人，如果这样的千纸鹤不是周世子做的，那么会是谁做的？他这样做又到底是想做什么？这样的千纸鹤让人看起来浑身的汗毛都不由得竖了起来。你说的不错，此人把这东西放到这里，的确是来者不善。也不知道是谁干的，如果被我抓到了，我一定不会让那个人好过的。敢这么开夫人您的玩笑，一定不是个好人。若是被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把那人给大卸8块。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个人再怎么装神弄鬼，一定是会出现的。等到他出现了之后，到时候我们抓他一个措手不及就是了。夫人说的极是，我们也不必担心什么。那人敢到我们面前做这样的事情，到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让他们好过。也不知道是该不该有一种惊喜，看着此时的宋时锦的到来，这对于周云阳而言，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意外了。他急急地走了上前，眼神中仿佛还带着几分惊喜。你怎么来了？此时的周云岩表现出了从来都没有过的喜悦，令身边在场的几个人都微微地震惊了起来。我有话要问你。周云岩心跳立刻加快了，眼前的女子明眸皓齿，即使脸色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很好的样子，却在此时让他不免多了几分激动。毕竟他喜欢她，喜欢了那么多年，被迫放手，本以为他会觉得心安的，却换来的是悔。不如我们去旁边的酒楼？不用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事情根本也是用不着去太远的地方，而且我要说的也不过就是几句。宋时锦抬起了眼睛，目光紧紧地盯着周云岩。你之前有送给我千纸鹤的吧？周云岩沉默了下，看着宋时锦此时的表情，他此时忽然之间也意识到了，此时的锦娘怕是有些来者不善的。出什么事了？我又再一次收到了千纸鹤，我只问一句，是你送的吗？不是我。哦，你为什么要送千纸鹤给我？你忘记了吗？我送你千纸鹤的原因不过只是投其所好，你在我身边一直被我训练照顾，我知道你很喜欢千纸鹤，所以叠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你在训练营，我会每天叠一只送给你。是红色的？对，是红色的。宋时锦听到了这样的话，他也忽然之间有些明白了。所以说周云岩送给他的千纸鹤是红色的，可是这一次给他的千纸鹤却是黑色的。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我一定尽全力。景儿，不劳烦周世子费心。还有景儿这个名字是闺名，我如今已经嫁给他人，周世子应该叫我一声宋夫人，我的事情自然会由我相公来处理。周世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以后也就不劳烦了。宋时锦将这个话说完，而后转身就走了开。周云岩皱起了眉头，之前被宋时锦给拒绝，他就已经挺不开心的。这一次本以为他已经可以承受的，现在看到这种场面，他还是有些不怎么舒服。还在看着呢，人家都走远了，这小妇人倒是有几分脾气的。是啊，她向来都是一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人，而且也绝对的不怎么好招惹。
你如今倒是与之前不同了。之前看到他这个样子，估计还是会很生气的。哼，现在居然这么淡定，真不像你。我也希望我能硬气一些，可就算真的强硬又如何？我还比得上他强硬吗？宋时锦这个女人，为了离开，都可以拿自己的婚约开玩笑。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天下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你呀，也就当认栽了。毕竟你也是不会为此而生气的。说的是，便是他对我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我也不会生气的。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都欠他的。对了，你回头帮我好好的查一查这回事，我倒是要瞧一瞧，什么不开眼的人居然会找他的麻烦，而且还用的是他送的千纸鹤的方式，这简直就是打了他的脸。况且让周云言更不满意的是，此人颇为嚣张，明明已经知道了锦儿此时并不想再与外人有所牵扯，可他却丝毫不顾及锦儿自己的想法，执意的做出这种行为来，已经可以说是极其的过分了。我一定要知道那个捣乱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宋时锦回到了家里，他感觉到自己的头一阵阵的发懵，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可这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却让他的内心深处都开始滋生一些恐惧，仿佛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缓缓地向着他靠近。可是那到底是什么，他却是自己都理不清楚，只是莫名的觉得有些害怕。他坐了半天，手脚冰凉，木木看了他半天，心底更为紧张，只盼着大人能赶紧的回来。你说的是黑色的千纸鹤？是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放进了马车里的。牛大都惊了一身的冷汗，他的眼睛都没有闪开过，怎么就忽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了？大人，你说这夫人会不会因为这事儿给吓着了？而且夫人这一次还去找了那个周世子，也是问了问这事儿是不是周世子干的。不会，我去看看夫人去。是，他不过就是说了一句周世子，可这大人怎么就知道这周世子不是幕后的主使呢？到底大人会是怎么知道的？容易进了门，看着宋时锦有些呆愣的样子，心底微微一紧张。你的手怎么能这么凉？你都是这么照顾你自己的？宋时锦一回头，瞧见了是容易，他此时便立刻将自己的心给放回了肚子里了。一哥儿，这次的事情太过于可怕了，我真的有些说不出来的恐惧。别怕，有我在，别人都不会把你给怎么样的。放心，这次的事情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不会让他好过。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那个人给抓出来，而后让他给你道歉。你今天怎么会这会就回来了？是朝里有什么事情了？没什么事，我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处理完了，这会儿过来与你聊一聊天。宋时锦点了点头，听到了容易这么说，他这心底松懈多了。他可不想是因为他才会让容易自己从单位赶回来。别太过于担心了，放心好了，这一次的事情会过去的。他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过来影响到他。一哥，你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抓到。不过我却是帮不了你什么，毕竟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个没有了记忆的人是挺可悲的。宋时锦就挺为难的，至少现在这种情况让他自己就很懵逼，完全一头雾水的，不傻眼就奇怪了。相公，一切就要靠你自己去抓了。帮你倒没什么，不过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说着，他的大手在此时就已经往宋时锦的衣服里钻了。宋时锦立刻就红了脸，你这个禽兽，这还有好处啊？一码归一码，就如同夫人所说，我这每天上了一天班，挣了点钱，回家还得向夫人交公粮，也着实是辛苦。如今还要帮夫人解决这以前遗留的问题，所以说，他的手开始游移起来，停留在宋时锦的胸口，他的唇紧贴在他的脖颈处，轻轻地吻着。夫人得付出点代价才行，为夫的不要钱，只要你用这个偿还。宋时锦顿时觉得有些无语，原本还有点郁闷焦躁的心情，还有对之前的事情极其不安的状态，在他这一双手的作用下，彻底抛到了脑后了。这个男人真的是不要脸呀！你把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再与我说上一说，一丁点的细节都不能放过。上马车说，顺便把马车行驶到昨天的地方。牛儿在牛大的交代下，
向着昨天去的地方行驶，而车厢里牛大便将所有的细节都说给了容易听。所以说，你当时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哦，是的。不过有人叫了你一声，你扭了一下头，而后感觉到了一阵凉风。对，是的，是有一个人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时候你的视线并不在马车上，那个人认识你，你可还有印象？有点儿。大人，您说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一切其实是跟那个人有关系，是因为他叫住了我，所以这事才……他一听这话，立刻知道了容大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了。都怪我。这事其实也不能怪你，毕竟对方与你说话聊天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说你不清楚也很正常。而且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至少需要2个人以上。他们做这种事情已经是习以为常，定然是配合默契。你一个人，再加上毕竟处事经验不足，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自然就会有麻烦了。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容易的话说到这里，牛大心底到底是好受了一些。他咬牙切齿：大人，你是否能找到那个人的下落？这事儿不管怎么样，我都是要讨回一个公道，让我知道那几个人是谁，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都整到我的头上了，我定然不会放过。暂时还不清楚那个人是谁，不过你也不必担心，不光是你要抓他，我也要抓他。走吧，先去事情发生的地方看一遍，而后再去一趟镖局和附近的刑务院。他本来还觉得有些事情得慢慢来布置，可现在看起来锦娘的安全尤其重要，他已经不能坐以待毙，或者等着自己实力强悍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儿了。再等等，锦娘怕是就会有危险。到达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容易很快就把四周给观察了一番，具体的情况与他所想象的基本没差。麻烦的竟然是在这附近的所有在场的商铺等人居然对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印象，想要找任何的线索都极难。看来对方果然是有备而来，还很有可能对锦娘的实力有所了解。所以这么说，我们应该是很难抓到那个人了。牛大心底有几分不甘心，牛耳摇了摇头，停了下来之后，抓到是肯定能抓到的，这人出现在夫人身边应该不会是第一次，还会有后面几次，一个人总不会平白无故的做出这种事情。牛耳的话正是容易心底认为的。而且大人，我们可以通过千纸鹤的纸张信息调查一下相关的铺子，还可以直接询问旁人，在昨天有没有达官贵人的仆人在附近出现过。你去做吧，这天下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蛛丝马迹还是能找到。一遍调查不行，那就再来一遍，周围路过的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如果人手不够，可以再找人手。是。他们在集市上逛了会儿，又问了问人，之后便赶往了下一个地方。容易二话不说，直接就进了院子，之后便找到了武馆的馆长，直截了当的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我要看家护院的。您需要多少？50人。有人是有人，不过50人的话，这每个月的消费可是需要不少的。那是自然，我有良田约50亩，也会盖上宿舍，年纪大小不论，只要用点心练武，平日里劳作，关键时候可以看家，包吃包住，每月2两银子工钱。如果护卫们有家室的，一概也可以带上。竟然这么大手笔，馆长的眼睛不由得睁大了。每个月2两并不算多，一般护院们也只是图那么一口饭吃，他这边又是包吃还包住的，却还给了田地，这就有些意思了。这可就奇怪了，听说本朝的状元郎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能力的，怎么如今瞧着不是那么回事啊？这状元郎居然本钱不少啊！说的也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银子，不过瞧着这人也的确是人中龙凤啊。不管怎么说，这可都是一样好机会。我倒是有个儿，学了几年的武艺，如今还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倒不如送过去。容易回到了家中，便将他这一日出门所遇到的事情都与宋时锦给说了一遍。50个护院，还挑了20个侍女。宋时锦顿时有些傻眼了，咱们养还是养得起的，而且也的确是需要这么多人的。不过就是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都还没有想到这回事的。我知道，的确有些急了，之后我还会让剑老多跟着你，旁的都不重要。可是锦娘，你的安全这方面我却是必须要好好的看着的，总不能真的让你遇到什么麻烦。如果你出事，那这我是自然不能忍的。宋时锦点点头，他看出来了容易的紧张，
此时倒也挺直接的，就开口安慰了起他。我知道你心底的担心，放心好了，我明白你的心意。而且上一次郡主派侍女什么的过来帮忙，我都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了。一次借人还行，总也不能次次都借。我们的庄子也挺大，附近的闲田也不少，如果不能整好，那到时候就挺浪费的。你能提前准备好，这已经很不错了。果然还是我相公有几分本事呢。还有，真的不必紧张，我如今也想明白了，不管来的人是谁，都总不至于真的能吓到我。毕竟我又不是之前的那个宋时锦，他的世界穿书之后，早就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了。况且我现在的身边不光有你，还有剑老、安老等等，想要动我，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宋时锦说这话，自然是要安慰容易的。容易在面对他的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过敏性的反应。昨天他是因为被书的走向又给影响到，又因为未知而恐惧了下，结果这容易倒好，直接今天就开始行动了。这也不免让宋时锦有些好奇，原主到底是在上一世如何过世的。我才不怕这幕后的所有一切呢，我只相信人定胜天，我也相信夫妻齐心，家和万事兴。所以说他们这是在书院里受了点欺负。他们在书院里受了些排挤，公子倒是还好。为什么受排挤？因为口音，他们自小没有学过官话，所以到这地方来说话带着挺重的口音，一去书院之后就被人给嘲笑排挤了。莫初一就算是想帮忙，他也做不到，毕竟那学院里头个个都是达官贵族的。那书院的夫子呢？他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打算处理的，还是说不想解决？书院对这些事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夫人，这事儿怕是不大好处理。宋时锦微微一愣，他这眉头不由得紧皱了起来。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娘，你在书院里遇到麻烦事儿了？其实事情也不大，娘，我会处理好的。您说的，我应该做的是融入那个集体，而不是与人作对。我会好好的想一想。荣爵，娘亲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已经做得很对了，可对方还是不肯接受你说的，那就只能换上另外一种方式了。说明你所在的这个圈子并不是你应该待着的地方。相信娘亲，你要脱离那种圈子，而走得更高更远。我们不能被那些卑微的人而影响了自己的格局。娘，他之前有想过跟那些人做朋友的，想要听他娘的，做一个最佳的君子之风的人物。可这些人的想法，他却始终无法苟同。觉儿，有些人的想法与我们是不同的，如果很难改变，又无法融入，那就自己造一个圈子就好了。这事情娘会帮你的，这已经不是你这个年纪和实力去想的了。如此，娘再教你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如果真的遇到了自己一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其实最简单的，你应该来跟旁人说一声，而后接受最好的帮助。也许对你来说很难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会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你想见族学？有安老和剑老在，还有你这个状元郎在，我想这个族学是可以开下来的。我们按照不同的年纪分类的给四周所有人教导知识。宋时锦这话说出来，顿时让容易惊讶了许多。他的娘子每次一旦要做什么事情，那简直就是雷厉风行的。只要是附近的小孩子都可以送来上学，不必太多的学杂费，先教书识字。这些孩子们最先需要的就是普及教育啊。锦娘，你这小脑袋瓜里头到底都一天天的在想些什么？怎么，我这样的话还不能说了吗？倒也不是。那怎么了？建个族学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吧？我只是觉得你把为夫该做的事情都给做了，那么为夫以后要做什么？锦娘不觉得自己太能耐了，让为夫有些无用武之地了吗？听到了容易这样说，他整个人有些懵住了。毕竟他说的好像还真的有这么点道理。那这样吧，这族学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反正本来就得用你的名字，若是不然，只凭借我自己在这里说什么，估计也没什么用的。所以不如这事儿你来处理。